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油管頻道最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YouTube 頻道這個頻道有一個特點非常值得研究，它沒有真人露臉，沒有專業攝影團隊，也沒有複雜的後期制作，但是短短幾個月時間，它的數據增長速度非常驚人，視頻播放量也在不斷突破100萬級，訂閱人數也快速增長所以我產生一個想法，如果這種類型的內容可以通過人工智能完成，我們能不能從選題、腳本創作、畫面設計到最後的視頻剪輯，盡可能利用 AI 自動化完成所以我們決定測試一下，看看普通人只利用 AI 工具能不能複製出類似的視頻效果如果你也想做一個不露臉 YouTube 頻道，或者想了解現在 AI 內容生產到底能做到哪一步，因為接下來我會完整展示整個流程制作，你不需要會複雜剪輯也不需要擁有專業的視頻制作經驗我會按照最簡單的方式把每一步拆開，讓你知道這種 AI 頻道到底是怎麼玩的。首先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頻道這個頻道它的名字叫 ZN我們打開它的數據頁面，可以看到一個非常誇張的表現目前這個頻道發布的視頻數量並不多，也就29個視頻，但是累計播放量已經達到了1000萬播放級訂閱人數也已經超過了17萬。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查看它最早發布的視頻，會發現真正開始穩定更新其實並沒有多久也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經營多年的老頻道，而是在很短時間內通過一批內容快速獲得了大量的流量。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熱門視頻其中一個視頻播放量高達上百萬對於一個沒有真人 IP 没有複雜制作流程的頻道來說，這個成績真的非常的誇張，說明這種內容模式不僅有流量潛力，而且制作流程也應該具備一定的規模化能力。換句話說，它不是靠一條爆款，而是一套可以重複產生的內容模型這也是為什麼我想測試一下如果我們利用現在的 AI 工具，是否也能夠搭建出類似的生產流程當然這裡提前說明一下，我們今天不是簡單複製別人的視頻，而是分析它為什麼能夠獲得流量，然後利用 AI 重新制作屬於自己的內容比如說你可以選擇不同方向，不一定非要做人類歷史，你可以做動物世界、宇宙探索、科技故事、心理学知識、未来幻想、自然紀錄片等等真正值得學習的是它背後的內容結構和制作方式。接下來我會直接進入實操部分，從 AI 補助選題開始，然後生成視頻腳本，制作旁白，生成畫面素材，最後完成剪輯，看看一個普通人能不能利用 AI 完成這樣一個不露臉 YouTube 頻道的視頻制作。好，了解了這種頻道的內容模式以後，想要完成這種類型的視頻，我們需要先搭建一個基礎的 AI 制作環境。整個流程其實不複雜，主要會用到幾個工具。第一個是 Claude 或者使用 GPT， 他們主要負責分析頻道內容，生成視頻選題，創作腳本，整理視頻制作流程第二個工具用到的是 OpenExert， 它是一個集合多個 AI 模型的平台。Momo AI它不僅可以制作圖片，也可以生成影片把文字轉成影片，而且它支持 Stanza 2.0。簡單來說，你不需要去分別注冊很多不同的 AI 繪圖和視頻工具，通過一個平台，你就可以調出不同的圖片生成模型和視頻。簡單來說，就是不需要分別去注冊很多個不同的 AI 繪圖和視頻工具，通過一個平台就可以調用不同的圖片生成模型和視頻生成模型。而我們今天要實現的關鍵功能就是讓 Claude 或者 ChatGPT 直接調用 OpenExert這裡就需要用到一個技術 MCP。 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聽到 MCP 這個詞會覺得比較複雜，其實不用把它想得太專業，簡單來理解
MCP 就是讓 AI 连接外部工具的一种方式啊。以前我們使用 AI 的时候，基本都是打開 AI 聊天窗口啊，然後輸入文字，期待它的答案。但是連接 MCP 之後 ，AI 就擁有了可以調用其他工具的能力，比如讓 Claude 直接調用圖片生成工具，讓 GPT 直接調用視頻生成工具，甚至讓 AI 自己完成一些自動化任務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給 AI 安裝一個工具接口啊，類似電腦連接 USB 設備一樣。連接之後 ，AI 就可以直接使用更多外部能力。好，下面我們開始實際連接。首先打開 Claude 啊，如果你使用的是 ChatGPT， 流程其實也是類似的，原理都是一樣，讓 AI 連接 MCP 服務。好，這裡我主要用 Claude 進行演示。首先我們先安裝 Claude 桌面版，進入 Claude 官方網站。好，我們先找到 OpenExert 的 MCP 鏈接，點擊把它複製一下。好，首先我們需要安裝 Claude 的桌面版。啊，進入 Claude 官方網站之後，根據電腦系統選擇下載安裝。啊，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就選擇 Windows 版本。啊，如果你不想下載，我們也可以直接在網絡版上面操作。好，进入網站頁面之後，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幾個不同的功能有聊天模式、工作模式、Claude 模式，其實這幾個都可以使用如果只是普通生成內容，聊天模式就夠了如果想讓 AI 執行更多電腦操作，好，接下來我們開始添加 OpenExert 的連接，打開 Claude 的設置頁面，找到連接器功能。好，找到這個設置，好，找到這個連接功能，好，在它的右上角倒三角點擊添加自定義鏈接，好，這邊我們可以給它做一個命名 OpenExert，好，添加了命名之後，方便我們之後來區分。好，下面這個是 MCP 的服務地址，好，然後把這個地址鏈接給它複製粘貼過來。好，在它的底部有一個添加的選項，我們點一下添加，好，然後點擊連接，好，這個時候 Claude 就開始連接 OpenExert，好，這邊我們選擇允許訪問，好，這裡我們只需要授權，授權之後我們就可以使用 OpenExert 工具鏈接，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顯示斷開鏈接，說明這裡已經連接成功了如果你不想鏈接，直接把它斷開鏈接，點一下它就會斷開。好，這裡我們下面可以看到，這裡它需要獲得批准。我們回到首頁再來看一下這裡的鏈接有沒有連接成功。點擊這一個加號，看一下這一個鏈接器。好，這邊 OpenExert 已經成功添加進來了。好，鏈接成功之後，我們就可以生成圖片。好，生成圖片我們使用這個 OpenExert， 你要確保這裡它有這個積分如果沒有積分生成圖片也是生成不了。好，第一次連接的時候通常需要進行授權，系統會跳轉到 OpenExert 的頁面，你只需要登錄自己的 OpenExert 頁面賬號然後允許 Claude 訪問相關權限，完成之後就代表連接成功。之後就可以直接在 Claude 裡面調用 OpenExert。好，連接完成之後，我們測試一下，比如輸入使用 OpenExert 根據這個提示詞生成一張中國長城圖片。我們寫一個提示。好，我們這裡需要做一個授權，總是允許。好，生成完成之後，我們可以直接在 OpenExert 裡面打開來查看。好，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我們剛剛生成出來的圖片。好，這個圖片提示詞我們發送給它之後，它還會自動優化可以讓它優化這個圖片你會發現 Claude 不會自己繪制圖片，而是直接調用 OpenExert 工具生成圖片。好，生成完成之後，我們可以在 OpenExert 裡面查看、編輯也可以直接下載。好，這個圖片出來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壯觀，雲霧繚繞，還有長城，看起來非常的真實好，這裡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後面想大批量生成大量圖片或者是視頻
一定要提前準備好 OpenAI 的積分因為 AI 生成圖片和視頻都會消耗額度，免費額度通常只能用來測試，真正批量製作 YouTube 視頻一般要升級到付費方案。它的每個方案價格不同，積分也會不一樣。好，到這裡我們的 AI 製作環境就搭建好了。現在你已經擁有了一個可以直接調用外部 AI 工具的智能助手。好，接下來我們最重要的部分來了。如何讓 AI 幫我們分析爆款頻道，找到適合自己的選題，並且自動生成完整的視頻腳本。接下来我們進入真正制作視頻的第一步，確定選題。很多新人做 YouTube 最大問題其實不是不會剪視頻，而是不知道什麼內容值得做，什麼主題容易獲得點讚。為什麼別人的視頻可以爆，而自己的視頻沒人看？所以在開始制作之前，我們需要先分析已經成功的頻道。好，我們打開剛才研究的這個頻道，仔細觀察它的視頻標題，你會發現它們通常有幾個共同特點。第一，標題會制造強烈的好奇心，比如為什麼蚊子總是會咬你？為什麼動物沒有輪子呢？這些標題會讓觀眾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點擊進去尋找答案？它的視頻主題通常比較大眾化，它不會選擇特別專業，只有少數人感興趣的話題，而是選擇人類好奇的東西比如動物、歷史、宇宙、心理、未知現象這些方向，天然擁有更大的觀眾群體它的視頻結構非常適合 AI 制作。旁白故事加大量視覺素材加簡單動畫，這種形式不依賴真人出鏡，所以特別適合想做自動化頻道的新手。好，接下來我們可以讓 AI 幫我們分析這些內容規律。如果你想在 GPT 裡面連接其他的 AI 工具原理它也是一樣的如果你使用的是 ChatGPT， 想要升級到 GPT Plus 會員這邊小愛給大家一個代充鏈接，銀河錄像局鏈接呢，我已經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點擊更多，找到銀河錄像局，點進來，裡面就有這個 GPT Plus 升級服務有代充，還有 GPT 成品號購買。因為像我們國內的用戶沒有國外的銀行卡，想要升級到 GPT Plus 版，想要升级到 GPT Plus 服務需要有一個國外銀行卡。没有国外银行卡，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平台來做代充。這個代充服務大家可以選擇1個月、3個月或者是1年的服務裡面它還有Pro版的服務選擇好代充服務之後，它這邊是支持支付寶付款的。付款完成之後按照它的提示一步一步完成有不懂的問題，大家可以聯繫客服，他會幫你解答相關問題它裡面還有這個 Claude 的 API 服務如果大家有這個需要，可以點進去看一下。接下來我們可以讓 AI 幫助我們分析這些內容規則我們可以把這些內容做一個截圖，把頻道的視頻列表截圖上傳給 ChatGPT， 或者把它的頻道鏈接發送複製粘貼過來讓 ChatGPT 分析這個頻道的視頻主題、標題特點、內容結構並總結它適合複製的方向注意這邊我們不是讓 AI 複製原作者的視頻，而是讓 AI 幫我們找到這個賽道有哪些內容機會，它給出了最適合複製的方向如果你想做類似的頻道不要完全複製動物科學我們可以做人類為什麼人類沒有翅膀，為什麼人類害怕黑暗然後也可以做心理方向的獵奇，你的大腦正在隱藏什麼，為什麼聰明人更容易焦慮未來科技幻想如果 AI 擁有意識會怎麼樣，如果人類停止睡覺歷史隱藏的問題古人在沒有電的時候晚上做什麼，古人一天吃幾頓飯
好，这些選題的共同特點是什麼呢？它們都有一個核心，利用一個簡單的問題引發觀眾的好奇。這也是很多紀錄片類頻道常用的方法。好，確定好方向之後，下一步就是讓 AI 幫我們生成腳本。這裡我們可以準備一份參考資料。比如分析幾個爆款視頻的標題形式、開頭節奏、敘事結構、信息密度，告訴 AI 請參考這種紀錄片解釋風格，幫我創作一個全新的主題。我們可以直接下載它裡面的內容，把這個腳本。好，我們把這個影片給下載下來，讓 GPT 根據它的這個腳本寫一個我們自己的，讓 GPT 參考它的腳本，幫我們創作一個全新的視頻腳本。好，腳本完成之後，我們可以把它的這個腳本把它提取出來。如果你做的是英文頻道，我建議直接讓 AI 輸出英文腳本，原因很簡單，英文市場用戶規模更大。同時，歐美地區的 YouTube 廣告收益通常也會更高。當然，中文頻道同樣也可以做，關鍵還是得看你的內容定位。當 AI 幫我們生成腳本以後，不要馬上開始製作視頻，建議先人工檢查一下。好，重要的我們看3點：第一，有沒有事實錯誤 ？AI 生成內容時候，有時候會出現虛構信息。第二個，節奏是否適合觀眾看 ？YouTube 不是論文，需要不斷製造興趣點。第三個，有沒有自己的特色？同樣的 AI 工具，不同的人使用，最後效果差距最大的地方就是內容定位。好，到這一步我們已經完成了爆款分析、選題確定、腳本生成。好，下一步就是把文字內容變成真正的視頻，也就是 AI 配音加自動生成畫面。接下來進入最關鍵的一步。好，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個完整的視頻腳本，但是一篇文字稿還不是直接變成視頻。下一步我們還需要把文字轉換成聲音。對於這種不露臉紀錄片類型頻道來說，旁白其實就是整個視頻的核心。生成聲音有2種方式，第一種真人配音，如果你追求更高質量，可以尋找專業配音人員。現在有很多我們可以使用 AI 語音。對於剛開始測試頻道的人來說， AI 配音其實已經足夠使用。目前很多 AI 工具真人已經可以模擬真人，語氣變化、停頓、情緒表達，製作效率會高很多。好，這邊我演示一下配音流程。好，我們用到的工具是 ElevenLabs 最好用的配音平台。它裡面有文字轉語音、語音轉文字，還有裡面可以配音。好，我們把這邊的旁白給它複製下來，使用文本轉語音。好，選擇一個適合紀錄片風格的聲音。一般來說，男性聲音適合歷史科技紀錄片，女性聲音適合故事、心理、情感內容。當然，這只是一個參考，最重要的是符合你的頻道定位。好，點擊這邊的倒三角，選擇適合文字的聲音。The thing always happens that you really believe in, and the belief in a thing makes it happen. 好，聲音選擇好了之後，我們可以把這個文字翻譯成英文。如果你是英文頻道可以把這個翻譯成英文。好，我們先用中文來生成一個文本。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幾年，可能也是你最不記得的幾年。你曾經學會了走路，學會了說出第一個詞，第一次認識你的父母，第一次感受到這個世界。但現在，當你閉上眼睛，你幾乎無法回憶起中任何一天。奇怪的是，那些經歷塑造了現在的你，但是你的大腦卻像刪除了一整段人生錄像。好，然後我們再生成一段英文視頻翻譯。好，我們用沉浸式翻譯給把這個文字翻譯成英文。The few years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in your life are also the years that you may forget the most. You once learned how to walk. I have learned how to say the first wor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got to know your parents. I felt this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But now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it's 我們把生成好的語音點右下角把它下載下來。好，我們生成好的語音先試聽一下。如果覺得語速太快，情緒太平，停頓不自然，可以調整參考，重新生成。當我們獲得旁白音頻以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就是生成時間軸。為什麼需要時間軸？因為後面我們要讓 AI 自動生成大量圖片，如果沒有時間節點， AI 不知道第幾秒應該出現什麼畫面，所以我們需要把音頻再次轉換成文字。但是這一次重點不是文字內容，而是獲取每一句話對應的時間。好，這邊我們使用 ElevenLabs 的裡面的語音轉文字，把剛才生成的語音上傳上來。好，上傳上來之後，等待 AI 識別轉換完成之後， the few years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in your life. 你會看到類似的結果。0到5秒，它會生成一段話，5到10秒，15到20秒，這些時間信息就是後面自動生成畫面的關鍵。簡單來說，以前制作視頻，你需要自己聽旁白，然後思考這裡放什麼圖片，那裡放什麼動畫一個5分鐘視頻可能需要幾個小時但是有了時間軸以後，我們可以告訴 AI 根據每一個時間節點自動生成對應畫面例如0到5秒生成一張圖，5到10秒生成第二張圖，10到15秒生成第三張圖，這樣整個流程就可以自動化。好，我們把生成好的內容給它下載下來點擊出口。Are also the years that you may forget the most. You once learned how to walk. I have learned. 下載。好，這裡有一個小技巧，如果你想制作這種爆款記錄風格的視頻，圖片數量不要太少。因為觀眾觀看這類內容時，視覺變化速度比較快，通常幾秒就需要更換一個畫面，這樣可以保持觀看節奏，同時圖片風格最好保持統一。比如今天這個頻道的特點不是電影及真人畫面，而是一種簡單抽象信息圖示、手繪感的視覺風格。為什麼？因為這種風格制作成本低， AI 生成穩定，而且和旁白結合以後，反而形成一種獨特的紀錄片風格。所以在下一步我們會利用剛才得到的時間軸，讓 Claude 或者 ChatGPT 結合 OpenExert 批量生成對應的視頻畫面，然後自動按照時間排列，這也是整個 AI 視頻生產流程裡面效率提升最大的地方。現在我們已經完成了2個重要步驟：第一，完整的視頻旁白；第二，我們已經通過語音轉文字工具獲得了每一句旁白對應的時間節點。接下來就是最關鍵的一步，讓 AI 自動幫我們制作視頻畫面。好，傳統做視頻的方法是什麼？通常流程先寫腳本，然後尋找素材，一個一個下載圖片或者視頻，再拖進軟件裡面調整如果是一條5分鐘的視頻，可能需要幾個小時甚至更久。但是利用 AI 自動化以後，我們的思路完全不一樣了。我們不是先找素材，而是讓 AI 根據腳本內容生成對應畫面。好，這裡我們回到 Claude。好，這邊我們需要先準備一段提示詞，告訴 AI 你的任務是根據視頻旁白，為每一個時間節點生成對應圖片。例如0秒、5秒、10秒、15秒，每一個時間點都需要生成每一張獨立的視覺素材。同時，我們還需要告訴 AI 畫面風格因為如果不限制 ，AI 會生成電影級畫面、3D 動畫、過度真實的人像。但是我們研究這種頻道核心不是高清大片，而是一種簡單扁平像手繪插畫一樣的信息可視化風格，所以提示詞裡面可以加入簡單線稿風格、扁平化插畫，類似紀錄片解釋動畫，不要複雜 3D 效果，不要真人攝影，保持統一視覺風格。這個圖片的風格我們讓它我們可以這樣寫
請採用極其簡單的兒童塗鴉與火柴人風格呈現。畫面使用純白色背景，線條要呈現出手繪特有的歪扭感與不勻稱的粗黑質感。人物造型為最基礎的圓形頭部與線條身體，搭配簡單的點狀或圈圈眼睛以及基礎表情。全圖僅使用扁平色彩，嚴格排除任何寫實陰影、立體 3D 效果以及電影燈光。如果你不給它一個圖片風格，它生成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的一個效果。我們用了這個提示之後，它出來的效果就已經達到了我們想要的一個效果。兒童塗鴉與火柴人風格的圖片。好的，這邊它已經生成出了時間節點對應的畫面。也就是說，每一張圖片不是隨機生成，而是对应视頻中的某一句話，這就是自動化制作的核心。當然，如果你的腳本比較長，一次可能會生成幾十張甚至上百張。這個時候不要直接讓 AI 全部堆在一起，更好的方式是分批處理。生成完成之後，我們需要把這些文件給它下載下來。如果你的圖片非常多的話，我們就需要把每張圖片給它改一下名字，做一個名稱，比如說1號、2號、3號、4號，這樣我們就能快速知道哪張圖片應該放到哪個時間，排序也會更簡單。到這裡我們已經完成了腳本配音、時間軸 AI 畫面，接下來只剩最後一步，把這些素材快速組合成一個完整視頻。其實到這一步，整個流程已經簡單很多了，因為前面最耗時間的選題、寫腳本、找素材、制作畫面，我們都已經交給 AI 完成了。現在只需要進行最後的組裝。打開剪映之後，我們首先導入旁白音頻 AI 生成的圖片素材。如果需要，可以加入背景音樂。旁白我們放到最下面，依次排列好圖片。我們看一下這個效果。The few years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in your life are also the years that you may forget the most. You once learned how to walk. I have learned how to say the first wor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got to know your parents. I felt this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But now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recall any of those days. Strangely, it is those experiences that have shaped you as you are today. But your brain seems to have deleted an entire section of a video recording of your life. 我們除了做成靜態的圖片，我們也可以做成動態的視頻。The few years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in your life are also the years that you may forget the most. You once learned how to walk. I have learned how to say the first wor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got to know your parents. I felt this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But now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recall any of those days. Strangely, it is those experiences that have shaped you as you are today. But your brain seems to have deleted an entire section of a video recording of your life. 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以前做视频最花时间的是什麼？不是剪輯，而是想畫面。很多新人拿到一篇腳本以後會卡到這裡，第一句話應該配什麼圖片，這個地方需要什麼素材，我們要去哪裡找。但是現在的流程變成了 AI 先理解腳本，然後再生成畫面， AI 幫你對應時間，你只需要負責檢查和調整。當然 AI 生成的視頻並不是100%的完美，建議大家檢查3個地方。第一個，畫面和旁白是否匹配，有時候 AI 理解錯誤，可能生成不符合內容的圖片，發現以後直接重新生成即可。第二個，圖片切換速度，如果一張圖片停留太久，觀眾容易感覺無聊。紀錄片解釋類視頻通常需要保持一定的信息密度。第三個，整體節奏，加入一些輕微縮放效果、轉場、字幕動畫，可以讓畫面更加豐富。字幕方面，現在剪映本身也支持自動識別，導入旁白以後直接生成字幕，然後簡單檢查錯誤即可。如果是做英文 YouTube 頻道，建議字幕一定要保留，因為很多用戶觀看視頻時並不會一直打開聲音，字幕可以提高觀看體驗。另外，背景音樂也非常重要。
但是不要選擇太強烈的音樂，這種紀錄片解釋頻道更適合低存在感、氛圍型、輕微推動情緒的背景音樂，讓關注旁白和內容。完成這些以後，一條完整的視頻基本上就制作完成了。整個流程大概就是 AI 分析選題、AI 生成腳本、AI 制作旁白、生成時間軸、AI 批量制作畫面、剪映組合輸出。如果熟練以後，這種類型的視頻制作速度會比傳統方式快很多。以前可能需要1天甚至幾天，現在通過 AI 補助，幾個小時內就能完成測試版本，是完全可能的。最後，很多朋友可能會問，這種頻道真的掙錢嗎？答案是有機會，但是不要把它理解成隨便生成幾個視頻就能爆。真正成功的 AI 頻道，核心依然是內容。AI 只是降低制作成本，它解決的是效率問題，不是流量問題。如果你想做這種頻道，建議關注3個方面。第一，選擇長期有需求的主題，比如科學、歷史、生物、科技、心理这些方向，用戶一定会感興趣。第二個，建立自己的內容風格，不要完全複製別人。同樣是 AI 製作，為什麼別人成功？因為別人有固定視覺風格、固定敘事方式、固定觀眾群體。第三個，持續測試。YouTube 不是發布1、2個視頻就能判斷結果，可能很多頻道都是通過幾十條視頻不斷測試標題、封面、開頭、內容結構，最後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如果你想嘗試做一個不露臉 YouTube 頻道，現在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因為 AI 正在改變內容生產方式。過去一個人需要一個團隊完成的工作，現在一個人也可以借助 AI 完成。本期視頻裡面使用到的工具以及相關提示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簡介和評論置頂，大家可以直接打開鏈接，跟着步驟自己操作一遍。因為看流程只是第一步，自己真正掌握還是需要自己動手測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完成的 AI 自動化 YouTube 頻道制作流程。如果你喜歡這種 AI 工具實操內容，歡迎點讚訂閱。我們下一期繼續探索更多 AI 掙錢和內容創作的方法。好了，今天的視頻就講到這裡，下一期再見。